提到藏传佛教，你是不是立刻联想到新闻上那些打着双修名号骗财骗色的神棍？你一定觉得这种乌烟瘴气，甚至被批评为破戒的行为，怎么配叫修行？今天我不只要带你解开密宗的千古谜团，更要教你如何把这套智慧用在我们带孙子与媳妇相处的日常中。其实不止你这么想，很多人看到这里都直摇头。我们总觉得真正的修行应该是六根清净，把欲望锁进铁笼子里。这就像我们平常遇到烦心事，总是逼自己，我是长辈，我要忍耐，不能发脾气。结果呢，忍到最后，往往因为晚辈一句无心的话，爆发比平常还要可怕10倍的怒火。越是用力压抑的东西，反弹起来就越能吞噬你。今天我们不谈艰涩的佛理，也不为任何人洗白，我要带你揭开密宗双修这层神秘的面纱。你会惊讶地发现，这背后竟然藏着一个专治我们现代人焦虑与执着的终极解药。看完今天的内容，你不仅能解开这个千古谜团，还会得到3个立刻就能在客厅里跟着做的微行动，帮助你从此不再被情绪绑架，找回内心真正的平静。我们都知道，传统的修行讲究清规戒律，就像《西游记》里的唐僧遇到女妖精的诱惑，永远都是闭上眼睛，低下头，嘴里狂念阿弥陀佛，这叫眼不见为净，是一种远离诱惑的安全牌。可是藏传佛教的密宗偏不这么做，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颠覆常理的观念：真正的解脱不是逃避，而是敢于直视那个欲望的漩涡。打个比方，传统修行是为了不吃炸鸡，所以我们远远看到炸鸡店就绕道走，连招牌都不看。时间久了，眼不见心不烦，也就慢慢不想吃了。这是一条稳扎稳打的修行路。可是密宗双修的逻辑是，把满满一桌最香最诱人的炸鸡直接摆在你的面前，你不但要看着它，闻着它的香味，你还要坐在那里，心里不起一丝一毫想要吃它的波澜。这听起来是不是像在走火入魔？这简直是以毒攻毒的极限挑战。密宗认为，人最难克服的就是一个贪字，而所有的贪念之中，最强烈、最写在我们人类本能里的就是情欲。藏传佛教认为，密宗双修其实是一种大乐与空性的结合。如果一个修行者能够在欲望最强烈的最高点，却依然不动心、不执着、不被欲望牵着鼻子走，那他就能把这股世俗的情欲瞬间转化为开悟的能量。也就是说，他把最毒的毒药变成了最强的解药，透过身处欲望之中而不动心来达到超脱欲望的境界。但是这种修行方法实在太危险了。根据经典记载，如果修行者在过程中把持不住自己，动了凡心，就会直接堕入金刚地狱。这就像是在万丈深渊上面走钢索，一步踏错就是万劫不复。这也是为什么密宗双修在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真正修为极高、心境如同明镜一般的高僧才能触碰。可是当这个法门流传下来，被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拿去当作满足私欲、骗财骗色的借口时，它就彻底变味了，也让藏传佛教背上了沉重的黑锅。所以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绝对不是要教大家去学什么双修。我们都是红尘中的普通人，不需要也不可能去修什么密宗双修。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这段充满争议的历史中学到一个非常深刻的智慧：真正的平静从来都不是靠死命压抑换来的。面对欲望和情绪，敢于看见它、接纳它，
最终才能放下它。那么，这套以毒攻毒的极限修行，到底是怎么在西藏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它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迷失与救赎？接下来，我们就来翻开这段长达1400年的历史，看看古代的修行人是怎么在欲望的深渊中挣扎与觉醒的。为了一举折服当地的信仰，当时的国王请来了一位法力非常高强的高僧，叫做莲花生大师。这位大师带来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最强烈也最直接的法门——密宗。密宗的修行方法非常特别，它讲究快速、直接，甚至带着一点神通的色彩。这在当时立刻就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大家都觉得，哇，这修行方法太厉害了，好像练功升级特别快。可是啊，各位要知道，人性的弱点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当一种修行方法告诉你，你可以不用苦苦压抑欲望，你可以在欲望中修行，这句话听在真正的高僧耳里是极高的境界，但是听在一般凡夫俗子的耳里，那简直就是一张合法放纵的许可证啊！尤其是在1000多年前，物质条件没那么好，大家没什么娱乐，偶尔流传出几页密宗里关于男女双修的经文，很多心性还不稳定的僧人一看，根本抵挡不住诱惑。他们没有看到经文背后要求的那种心如止水的境界，只看到了表面的行为。于是，藏传佛教就开始慢慢走偏了。很多人打着修行的幌子，私下却做着满足私欲的事情，戒律变得越来越松散。这就像是给了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孩一把锋利的宝剑，不但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眼看着整个藏传佛教就要因为这些欲望而崩溃了。到了14世纪，终于出现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救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一看，这不行啊，大家都急着想一步登天，结果全部走火入魔了。所以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踩刹车。他创立了严格的制度，告诉所有的修行人，想修密宗可以，但你必须先按部就班地把基础打好。他规定所有的僧人都必须先修习最基础的佛理，严格遵守清规戒律，也就是显宗。等到你的心性已经被打磨得像金刚石一样坚固，面对任何诱惑都不会动摇的时候，你才有资格去碰触密宗。这就好比盖房子，你地基都还没打稳，就急着想盖金碧辉煌的屋顶，那绝对会垮掉的。而且为了防止大家自己乱练，藏传佛教还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把关机制，叫做灌顶。很多不了解的人以为灌顶就是法师拿着一瓶圣水往你头上洒一洒，你就能得到某种神奇的加持。其实啊，真正的灌顶是一种极度严格的资格审查，这代表着有一位修行极高的上师亲自考核过你的心性，确认你已经具备了直面欲望却不被吞噬的能力，然后上师才会传授你密宗的法门，并且要求你发下重誓，绝对不能把这些方法拿去满足世俗的贪念。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既然在欲望中修行这么危险，动不动就走火入魔，那为什么佛教还要保留这种方法？为什么不干脆把性或者欲望这件事永远封印起来就好？其实，这就是佛教最充满大智慧也最慈悲的地方，因为佛陀早就看透了，情欲、贪念是写在我们人类基因里最深层的本能。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这个本能才来到这个世上的。如果你只是假装它不存在，那不是真正的放下，那叫逃避。真正的觉悟是必须亲自走进那个最泥泞、最复杂的欲望深渊里，去把执着的心给拔出来，
当然了，现在的藏传佛教早就已经严格规范，我们今天看到的出家人都是严格遵守清规戒律的，那些真正实体的双修也早就在历史中被尘封了。但这段历史却给了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的普通人一个巨大的启发。欲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面对欲望时那个紧抓不放，或是死命逃避的执着。那么，如果真正的修行不在于你表面上守了多少规矩，而在于你的心有没有放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呢？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在佛教界非常有名，甚至可能会颠覆你对出家人认知的禅宗公案。听完这个故事，也许你会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刚刚我们说到，真正的修行在于心里有没有放下。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抽象。不对啊，既然出家了，不就是要守规矩吗？如果心里放下就可以，那大家岂不是都能打着我心里很清净的招牌到处乱来了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经典的禅宗公案。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一语道破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持戒。话说在很久以前，有两位出家人，一位是修行很深的老和尚，另一位是刚出家不久，非常遵守规矩的小和尚。有一天，这师徒俩下山办事，刚好前几天大雨，原本平坦的泥土路变成了一大片泥泞不堪的水洼。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水洼旁边站着一位非常年轻、打扮得很漂亮的女施主。这位女施主穿着干净漂亮的好衣服，望着眼前的烂泥巴路，眉头深锁，急得快哭出来了。因为她只要一踩下去，这身衣服肯定就毁了。按照佛教的规矩，出家人是绝对不能靠近女色的，连碰一下都不行。小和尚看了一眼这位女施主，赶紧低下头，双手合十，嘴里念着阿弥陀佛，心想：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可不能多看，更不能过去帮忙，这可是犯了色戒啊。可是你猜老和尚怎么做？老和尚二话不说，直接走到那位女施主面前，笑眯眯地说：女施主，这泥巴路不好走，来，我背你过去吧。说完，他真的就把这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背了起来，趟过泥水，安安稳稳地把她放到了对岸干净的路上。女施主连声道谢后离开了。老和尚呢，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拍拍身上的泥巴，继续往前走。这下子，旁边的小和尚简直看傻了眼，他的心里就像翻江倒海一样。天啊，师父怎么可以这样？出家人怎么可以背一个女人？师父破戒了，师父怎么可以犯这种低级错误？可是因为对方是师父，小和尚也不敢当面指责。就这样，师徒俩继续赶路，走了1公里，小和尚心里在想这件事。走了5公里，小和尚还在生闷气。走了一大段路，整整憋了20公里。天都快黑了，小和尚终于忍不住了，他停下脚步，气呼呼地对老和尚说：师父，我们是出家人，怎么可以近女色？你今天早上怎么可以被那个女人过河？你这不是破戒了吗？老和尚停下脚步，转过头看着满脸通红、气急败坏的小和尚，他忽然哈哈大笑，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老和尚说：徒弟啊，那个女人我20公里前就把她放下了，你怎么到现在还把她背在心上呢？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一种被雷打到的感觉？是啊，老和尚背女人，他只是在那个当下看到一个人需要帮忙，他心里没有邪念，没有欲望。他做完这件事，转身就放下了。他的心就像镜子一样，事情过去了，
镜子里就什么都不留。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空性。可是小和尚呢？他虽然身体没有碰到那个女人，表面上他守住了色戒，但是他的心里却整整20公里都在想着那个女人，想着师父破戒，满脑子都是愤怒和批判。所以，到底谁才是真正被欲望和执着绑架的人？这个故事其实完美地呼应了藏传佛教密宗里那个最核心的逻辑。不管是高深莫测的双修，还是老和尚背女人，他们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真正的清规戒律从来都不只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在你的心里。如果你心里不干净，满是计较与执着，就算你躲到深山老林里，天天吃素念佛，你的心依然在世俗的泥淖里打滚。反过来说，如果你的心是清净的，是放下的，那么就算你身处在红尘之中，面对着各种诱惑与考验，你依然能步步生莲，不被烦恼所污染。可是我们毕竟不是老和尚，没有那么高的修为，我们只是每天要面对柴米油盐，面对家人唠叨的凡夫俗子。我们该怎么把这种放下的智慧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生活在你我身边的真实例子，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像那个小和尚一样，死死守着某些规矩，却把自己跟家人都逼到了死角。刚刚我们听了小和尚跟老和尚的故事，你可能会说，哎呀，那是出家人的境界了，我们又不是和尚，我们是还要煮饭、洗衣服、带孙子的凡夫俗子，讲放下哪有这么容易？没错，我们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去深山里闭关，更不可能去接触什么密宗的极限修行。但是，请你仔细想想，我们每天在家庭里、在客厅里经历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摩擦，难道不就是我们凡人专属的生活版双修吗？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我想跟大家讲讲我认识的一位长辈，我们就叫她陈阿姨吧。陈阿姨今年60多岁，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她吃长斋10几年了，每天早上一定准时起来诵经、做定课，平常只要有空就会去道场做志工。如果你去问陈阿姨的朋友，大家一定都会说，陈师姐修得很好啊，脾气很好，逢人就劝大家要放下执着，要结善缘。陈阿姨自己也觉得自己已经把佛法融入生活了。直到有一天到了周末，儿子带着媳妇跟5岁的孙子回来看他，一家人坐在餐桌前吃饭，这本来应该是个很开心的天伦之乐。可是5岁的孙子正调皮，不肯乖乖吃饭，媳妇为了让孩子安静，就拿出平板放在餐桌上，让孙子边看卡通边吃，而且媳妇自己也一边滑着手机，一边心不在焉地扒了2口饭。陈阿姨坐在对面，看到这一幕，心里的那把无名火轰地一声就烧上来了。按照陈阿姨过去的脾气，她早就一拍桌子开骂了。吃饭就吃饭，看什么荧幕，孩子的眼睛都会坏掉。你们做父母的到底会不会教？可是陈阿姨转念一想，不行，我是学佛的人，师父说要忍辱，师父说不能动怒，我要放下。于是陈阿姨深吸了一口气，硬生生地把这股怒气给吞了下去。她低下头，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夹着自己碗里的高丽菜。虽然她表面上很平静，没有破坏家庭气氛，但你看她的眼神就知道，她根本没有在品尝那口菜的味道。她的脑海里就像刚刚那个小和尚一样，已经开始了疯狂的碎碎念。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会带小孩，我以前带3个孩子，哪有这样？这媳妇怎么这么不懂事，讲了也没用，反正他们都不听我的。
这顿饭陈阿姨吃的简直比吃黄连还要苦。好不容易吃完饭了，大家坐在客厅看电视，儿子走过来，随口说了一句：妈，你今天煮的这个高丽菜好像有点太咸了哦。这句话就像是一根针，瞬间戳破了陈阿姨心里那个已经膨胀到极限的气球。砰的一声，陈阿姨彻底爆发了，她指着儿子大骂：贤贤，你不会自己煮啊？我辛辛苦苦买菜做饭伺候你们，你们一个个只知道滑手机、看平板，连吃饭都不专心，孩子也不管，现在还敢嫌我菜煮得咸，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儿子跟媳妇当场吓傻了，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一句高丽菜太咸会引发这么大的一场风暴。最后周末的聚会不欢而散，陈阿姨自己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气得掉眼泪，心里又委屈又懊悔，觉得自己的修行今天又破功了。大家听完陈阿姨的故事，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有时候我们自己或是我们身边的家人，是不是也常常上演这样的剧本？我们来分析一下陈阿姨到底怎么了。表面上看，陈阿姨在餐桌上忍住了不发脾气，她觉得自己在修行，她在守规矩，就像那个不碰女色的小和尚一样。但是她的心里却充满了对媳妇的批判，对孙子的担忧，以及想要控制整个局面的强烈欲望。她只是把那个名叫愤怒与控制欲的妖精硬生生地塞进了心里的铁笼子，然后死死地坐在笼子上面，假装天下太平。可是那股能量并没有消失啊，越是用力压抑，它在里面反弹的力量就越大。所以儿子一句轻描淡写的太咸了，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的情绪全面溃堤。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最常犯的毛病。我们误把压抑当成了修行，误把逃避当成了放下。我们回头想想，藏传佛教密宗双修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是把满桌的美食摆在面前，你却能不动如山，是看着诱惑升起，却不被它带走。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套用在陈阿姨的客厅里，这就是一场最真实也最严苛的客厅双修。这场修行的道场不是庄严的寺庙，而是堆满杂物的客厅。修行的考验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情欲，而是媳妇手里的那台平板电脑，儿子嘴里的那句无心之过。如果陈阿姨懂得这个道理，当她看到孙子看平板怒火升起的那一刻，她不需要压抑，她可以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看到自己在生气了，我生气是因为我觉得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去发展，我在执着我的控制权。只要他能看见自己的执着，不去批判媳妇，也不去批判自己，那股怒气就会像天上飘过的一朵乌云，慢慢地散开。这才是真正的空性，这才是真正的放下。其实不只是陈阿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想要控制一切的小和尚。我们总希望伴侣照我们的方式生活，希望孩子走我们铺好的路，希望身边的一切都符合我们所谓的规矩。一旦事与愿违，我们就会痛苦，会愤怒。如果你只是强忍着不发脾气，那叫内耗。如果你能看着怒火升起，却不被这股怒火牵着鼻子走，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和功课，这才是真正的红尘修行。所以说，佛法从来都不在深山老林里，佛法就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既然生活就是最好的道场，那么在每天的柴米油盐、家庭琐事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像老和尚那样把心里的包袱真正的放下呢？接下来我不跟你讲大道理了，我帮大家整理了3个
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马上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跟着做的小练习。只要你愿意尝试，你会发现，原来找回内心的平静真的没有那么难。刚刚我们聊到了陈阿姨的故事，也明白了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道场。但是具体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不需要跑到深山里去闭关，也不需要强迫自己每天一定要打坐念经好几个小时。佛法如果在生活中用不上，那讲得再高深都没有意义。所以今天我特别帮大家整理了3个，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立刻就能在生活中跟着做的微小行动。步骤非常简单，你不需要准备任何道具，只需要带着一颗愿意改变的心。我们一起来试试看。第一个微行动叫做睡念前的停顿3秒钟。在我们家里最常发生的情况就是看到晚辈做事不顺眼，或者老伴又忘了把东西收好，我们那张嘴啊就忍不住想要开始碎碎念，甚至是破口大骂。下一次当你感觉到那股想要指责、想要控制的冲动已经冲到喉咙口的时候，请你先做一件事，先不要说话，在心里默默地数3秒钟。在这关键的3秒钟里，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话：我现在感觉到自己生气了。请注意我们不是要你憋住不生气，而是要你像一个旁观者一样，静静地看见自己的情绪。你只要观察它，不去批判它，你会神奇地发现，当你看见情绪的那一刻，它想要控制你的力量瞬间就减弱了一大半。这3秒钟的停顿，就是你切断烦恼、找回平静的黄金时刻。第二个微行动叫做一杯茶的清空练习。我们台湾人很习惯泡茶，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好的静心方式。从明天开始，请你每天给自己保留10分钟的专属时间，泡一杯你最喜欢的台湾高山茶或者是乌龙茶。但在这10分钟里有一个规定，请你把电视关掉，手机放得远远的，不要去想明天的股票会不会涨，也不要去烦恼孙子的功课写完了没，更不要去想那个惹你生气的邻居。你就只是专注地端起这杯热茶，感受杯子传到手心的温度，闻一闻茶叶散发出来的清香，然后慢慢地喝下去，把你的心完完全全地安住在这口茶里面。这10分钟是你一天当中用来清空大脑垃圾的神圣时间。杯子空了才能装进新茶，我们的心空了才能装进更多的快乐。第3个微行动是每天晚上的睡前原谅法。我们忙碌了一整天，心里多多少少会装着一些委屈、不甘心，或者是一些放不下的执着。如果你带着这些怨气去睡觉，那你的心其实一整晚都在受煎熬。所以当你晚上洗好澡，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请你在心里对着今天那个惹你生气的人默默地说一句话：我不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我自己，我愿意放下今天的执着，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好的也好，坏的也罢，都让它过去。我们把心清空，把一切交给时间，给自己一个安稳深沉的睡眠。这3个小练习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微不足道？但请你相信我，修行从来都不是看你懂了多少大道理，而是看你在面对生活里的柴米油盐时，能不能稳住自己的这颗心。只要你愿意每天给自己一点点时间去练习，你会发现你的心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包容力也会越来越大。当你的心改变了，你看出去的世界也就跟着改变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段话，这段话也是我自己一直带在身边，
用来提醒自己的座右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满身的欲望、情绪和各种放不下的牵挂，来到这个世间修行的凡夫俗子。我们常常会对自己很严苛，我们觉得自己学佛了，年纪大了，就应该要是一位脾气很好、什么都不计较的长辈。我们觉得自己应该要像庙里的菩萨一样，永远面带微笑，永远没有脾气。一旦我们不小心生气了、嫉妒了，或者是对儿女操心了，我们就会在心里深深的自责，觉得自己修得不好，觉得自己业障深重。但是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从1000多年前藏传佛教在欲望中走钢索的极限修行，聊到老和尚被女人过河的坦荡，再聊到我们家里客厅的日常摩擦，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最温柔的真相：修行从来都不是要把你自己变成一尊没有感情的木雕佛像，佛法不是用来压抑你的佛法，是用来教你怎么跟自己和解的。你会生气，这很正常，因为你在乎，你会操心，这也很正常，因为你爱你的家人。你面对好吃的东西会贪嘴，面对不顺耳的话会愤怒，这再正常不过了，因为这就是人性，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证明。真正的慈悲不只是对外人慈悲，更是要学会对自己慈悲。当你下次又忍不住碎碎念，或者是心里又冒出无名火的时候，请你不要再用那些冰冷的规矩去打压自己了，你只要轻轻地在心里跟自己说一声：辛苦了，我知道你现在很累，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没关系的，我都看见了。当你愿意放下对完美的执着，愿意接纳那个满身缺点，偶尔会情绪失控的自己时，你心里的那块大石头就真正的落地了。以前有一位高僧，在临终圆寂前，看着自己这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破过的戒，犯过的错，最后豁然开朗，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叫做今日方知我是我。今天我终于认识了最真实的自己，我也完全接纳了这个真实的自己。当你不再跟自己打架的时候，你心里的那份平静就会像阳光一样，自然而然地照亮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不需要向外去寻找解药，因为你本来就很圆满。影片到了尾声，我想邀请荧幕前所有有缘看到这里的朋友，我们一起在这个留言区汇聚一股温暖的正向磁场。请你在留言区写下这句话：我愿意接纳最真实的自己，愿我与家人一生平安健康。当你打下这段话的时候，这就是你今天送给自己，也送给家人最好的一份祝福。我们的一言一行，每一个善念，都会成为保护我们自己最坚固的铠甲。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你愿意播出这段时间，陪我一起梳理内心的烦恼。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触动到你，或者让你的心稍微平静了一些，非常欢迎你顺手点个订阅，把这份善的种子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你的每一个小小的支持，都是我们继续分享的动力。我们下次见，祝大家平安喜乐。